在俄罗斯进行大规模核演习后，美国的回应措施来了。美国海军的2艘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分别高调出现在阿拉伯海和地中海两地。战略核潜艇是进行核打击的重要杀手锏，这种级别的大杀器，各国都会想办法隐藏其行踪，而美国却罕见地主动披露了他们的位置和动态。从这2艘俄亥俄出现的位置就能看出，美国此次核威慑针对的国家十分明显，一个自然是俄罗斯，而另一个则是最近与俄罗斯打得火热的伊朗。那么美国的此番动作能否起到相应作用？俄罗斯和伊朗又是否会有针对性的动作呢？显然，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的出现与俄罗斯的核演习有直接的关系。在此之前，北约举行了代号为坚定正午的核威慑演习，当时的演习仅为空中力量参演，重点也是演练如何投掷战术核弹头。俄罗斯则针锋相对，进行格罗姆年度核演习。俄海军4大舰队都齐聚地中海，有从北方舰队过来的卡萨托诺夫上将号导弹护卫舰，有从黑海舰队过来的格里格罗维奇上将号导弹护卫舰，还有太平洋舰队的旗舰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等等。要知道，在冷战期间，苏联军队也未在地中海举行过类似规模的军事部署。然而，俄海军这掏空家底的豪华阵容还没暖热乎，美军的罗德岛号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就出现在同一海域，并且与俄罗斯海军直接针锋相对。据战争地带网站披露，此次罗德岛号造访的地区位于地中海的咽喉要道直布罗陀，该地区是英国的直属海外领地，是大西洋与地中海以及印度洋、太平洋间海上交输的重要航线，也是西欧地区能源运输的生命线。因此，该地区是国际航运中最繁忙的通道之一，具有重要的经济和战略地位。而罗德岛号停靠的此处海军基地是该地区为数不多的既能容纳核潜艇又能对其进行维修的基地之一。从直布罗陀码头的照片来看，罗德岛号外侧停泊着装载集装箱的驳船，这显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一种对核潜艇的保护措施，避免其行踪公开后遭受各种水上袭击。此外，英国的巡逻艇也在港口附近提供巡逻保护。俄亥俄级核潜艇可以说是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最为成功的一款战略核潜艇。美国海军原本计划建造24艘，但是受美苏削减战略核潜艇条约的影响，最终建造数量被定格在18艘。在进入21世纪后，美国海军俄亥俄级核潜艇服役已满30年，其中较早入役的前4艘已经开始老化，无力承担常态战略核威慑巡航值班，再加上苏联解体后全球范围内没一个能打的，因此美国不再需要保持18艘的战略核力量编队。自2002年至2008年，美国海军将俄亥俄级的俄亥俄号、密歇根号、佛罗里达号和佐治亚号4艘改装成为携带常规制导导弹的攻击核潜艇，每艘潜艇上的24个直径为88英寸的3叉戟弹道导弹发射管中的22个被改装成为垂直发射系统，其中每个系统均包含7枚战斧巡航导弹发射装置，每艘潜艇最多能够携带154枚战斧巡航导弹，这个数量相当于一个航母攻击大队战斧巡航导弹配备量的70%，一艘俄亥俄级就能对敌方目标形成强大的火力突击。由于罗德岛号正式服役于1997年7月，属于俄亥俄级中较晚服役的一艘，因此其在美国海军中依然充当着核威慑的中坚力量。而罗德岛号搭载的3叉戟2型第5潜射洲际弹道导弹是目前全球最为先进的弹道导弹，其配备了3级固体燃料发动机，射程达到 1.1 万至 1.2 万公里，每枚导弹最多可载12枚分导式核弹头，但由于早年间美俄间的协议，目前改为现载8枚，可分别攻击8个目标，采用星光惯性制导系统，其打击诸如地下导弹发射井、加固的地下指挥所等坚固目标的能力，要比3叉戟1型导弹提高3至4倍，被誉为美国海军战略核力量的骄子。一枚灭世大礼包足以瞬间将一个中型国家的地图改写，而仅罗德岛号一艇就搭载了24枚3叉戟2型第5导弹，是目前战略核潜艇中搭载潜射洲际导弹数量最多的一款。当然，在核潜艇方面，俄罗斯也有自己的杀手锏，那就是别尔哥罗德号。该潜艇是俄罗斯奥斯卡2型潜艇改装而成，全长184米，比美国海军俄亥俄级的171米还要长。
是世界上最长的潜艇，满载排水量达到 2.4 万吨以上。早在北约军演之前的10月初，这艘俄罗斯核潜艇就神秘消失，外界盛传其可能已经离开其位于北极圈的大本营，前往喀拉海测试其末日武器波塞冬核鱼雷。别尔哥罗德号可携带的6枚波塞冬核鱼雷，其威力十分恐怖，每一枚都可搭载一颗200万吨当量的巨型核弹头。鱼雷本体最高航速超过60节，采用核动力，拥有几乎无限的巡航能力，可绕过美军的导弹防御系统，打击其包括港口和城市等沿海目标。然而俄罗斯的这个杀手锏与俄亥俄级核潜艇存在根本性的区别。实际上，别尔哥罗德号核潜艇可以说是专门为波塞冬核鱼雷研制的武器的载体。潜艇本身并不具备作战能力，也没有配备相应的导弹发射装置和鱼雷发射器。没错，这玩意儿与俄亥俄相比，根本没有发射潜射弹道导弹的能力。这意味着别尔哥罗德号在面对沿海城市或者航母舰队以外的目标时，就没有了攻击能力，因此在作战方式上相对单一，核威慑能力远不能与俄亥俄级相比。美国的罗德岛号核潜艇在直布罗陀海峡威慑俄罗斯，另一艘西弗吉尼亚号则现身在阿拉伯海。与罗德岛号相比，西弗吉尼亚号此行更引人注目，因为美国海军的战略核潜艇为了确保安全，一般只是在固定海域进行战略潜航，很少去陌生海域。直布罗陀海峡隶属于英国管辖，对于美国海军而言不算陌生。而阿拉伯海周边没有什么目标需要美国海军用战略核潜艇来直接威慑，周边一圈的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都和美国有军事联系，而且这些国家的人口很少，且军事力量薄弱，即使有战争风险，也远远到不了动用导弹核潜艇的程度。因此，美军的俄亥俄级核潜艇很少在此区域活动。有分析家认为，美国让战略核潜艇在阿拉伯海现身，是对俄罗斯形成另一方向的核威慑。因为俄罗斯的导弹预警系统主要面向北方和西方，监视越过北极上空来袭的民兵3或者3叉戟导弹，这是从美国向俄罗斯发射导弹的最短途径。而俄罗斯在南方的导弹防御系统相对薄弱，苏联时代建设了一批面向南方的雷达，防范美国核潜艇从印度洋发射导弹。但苏联解体之后，这些雷达都落到了中亚国家手中，基本上很难再发挥作用。所以，一旦西弗吉尼亚号从阿拉伯海发射洲际导弹，俄军在这个方向将无法进行有效防御。火炬军认为这样的说法只是其中一部分原因，另一部分原因就是威慑伊朗。从地理位置上来看，阿拉伯海距离伊朗只有1步之遥，单凭这一点就足以说明美国这次出动战略核潜艇很有可能是从伊朗来的。如果说直布罗陀是地中海的咽喉，掌握着西欧地区能源的生命线，那么阿拉伯海北部的霍尔木兹海峡就是亚洲的能源生命线。中东产出的石油从波斯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阿拉伯海，是美国及日韩国家最重要的能源供应通路。而连通波斯湾和阿曼湾的霍尔木兹海峡一直由伊朗控制着，这也是美国一直以来对伊朗恨之入骨但又无可奈何的原因之一。而俄乌战争中，伊朗的横插一脚无疑为美国现身阿拉伯海提供了充足的理由。俄军自从精确打击的导弹开始缺货后，就想尽办法从全球各国拉外援，而普京兜兜转转一圈后，就只有伊朗肯帮一把。伊朗作为导弹生产大户，又与俄罗斯向来交好，自然是一拍即合。不仅出售了数以千计的自杀式无人机，还出售了相当数量的近程弹道导弹，导致俄罗斯在10月份开始对乌克兰境内设施开展恐怖主义式的大规模无差别攻击。而北约对此的应对措施，除了援助淘汰下来的鹰式导弹，就是以色列直接下场。10月22日，以色列空军就对叙利亚境内一个工厂发动空袭，被摧毁的工厂中就有用于组装无人机的设备，这些无人机是在伊朗制造，然后秘密运往叙利亚，最后在此进行组装和调试。到了11月份，则是美国亲自派出战略核潜艇抵近到伊朗家门口进行核威慑。而伊朗国内也是冲突不断，自从头巾事件爆发游行以来，伊朗多地民众已连续进行示威，波及首都德黑兰等20多个主要城市。到了11月份，抗议也没有减弱的迹象，同时伊朗政府严厉的镇压活动也没有减弱，这使得伊朗遭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哈梅内伊领导下的神权国家，对内血腥镇压国内民众，对外支持侵略战争。可以说，伊朗如今的现状算得上是伊朗政府自作孽的最好诠释。
此次美国将2艘俄亥俄级分别部署在西欧和亚洲的能源生命线上，展现出了美军仅用2艘核潜艇就能掌握全球能源安全的强大领导力。而另一个相关新闻更是佐证了这一点，那就是美国将停止研发海基巡航核导弹。美国五角大楼于10月27日对外宣布，正式终止海上发射核巡航导弹项目。该项目是2018年川普执政时期大力推行的核武器研制计划，美军希望借此提供低当量核弹头的选项，来应对敌方使用的战术核武器。因为对手如果冒险使用战术核武器时，美国海军就可以用低当量的核巡航导弹进行吓阻和回应。这种导弹可以部署在水下的潜艇上，或分散在多艘水面舰艇上，来提高生存能力，由此很难被找到和摧毁，同时保持快速的反应能力，用以回应来自俄罗斯的核威胁。然而在今年10月27日，美国政府发布了3份文件，分别是国防战略、核态势审议报告以及导弹防护审议报告。这些文件列出了美国军方未来几年的优先事项。而在核态势审议报告文件中表示，新一代海基巡航导弹项目被彻底否决。这种在川普时代开始研制、被寄予厚望的新型低当量核武器，现在已经被五角大楼评价为毫无价值。其实按照目前俄乌战争中俄罗斯的实际表现来看，开展海基核巡航导弹的研制的确已经没有必要了。虽然美国需要维持核威慑能力，但如果继续投入海量资金开发核巡航导弹，最快也要到2035年才能看见成果。对于解决当前最急迫的俄乌战争而言，没有直接的效益。即使是要应对潜在的对手的军力扩张，就美军整体的核武器库存而言，也没有投入大量资金研发的必要性，转而选择翻新现有的核武器储备，同时依靠3叉戟潜射核弹道导弹就足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任何威胁。总体而言，无论是美国将核武器的新项目直接下马，还是仅仅派出2艘核潜艇扼守咽喉海域，都表明无论俄罗斯对于打核大战的叫嚣有多响亮，美国已经不把其作为一个同等体量的对手了。不得不说，在现代的大国博弈中，只有硬实力才能赢得尊重，光喊口号只能沦为笑柄。好了，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你们认为如今的俄罗斯在核力量上还能否与美国抗衡？欢迎将看法发表在评论区。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